急诊科医生虾仁因为一场医闹穿越到大唐，凭借现代医术成了大唐一代神医。没想到第一个救治的人就是长孙皇后。警告：检测到附近出现支气管哮喘、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病，建议立即兑换使用贝塔受体激动剂。哪来吧你！少废话，先救人！沙丁胺醇气雾剂200积分每支，现已发放给宿主。夫人，含住这个珍稀剂。阿玉，娘，夫人，你好些了吗？娘夫人，这是个什么称呼？治疗支气管痉挛成功，发放积分。我靠，你这个铁公鸡怎么突然这么大方了？公子此番相救，我当真是感激不尽。夫人言重了，医者本分而已。不知公子可否告知这是何种神药？能否借我观探片刻？此乃家族秘传之物，名曰九转还魂散，以天山雪莲为主药，配以36味珍稀药材炼制而成，对气急有奇效。想必你也看出来了，我患有气急，每次发作都是痛不欲生，但今日此物却能瞬时将我从鬼门关拉回，当真是神乎其技。恳请公子能割爱相让此药配方，我愿以千金相酬。白嫖了我的药，还想要配方？我哪有配方？夫人恕罪，此药配方繁琐，恐怕除了我别人也难以做到。不过若是夫人需要，在下倒是可以定期为夫人配制。既然如此，那便劳烦公子每月为本，为我配药。此次出门匆忙，身上银两带的不多，这10两黄金全当是定金。按唐朝度量衡，1两黄金约合37.5克，这10两便是375克。如今金价浮动在500至700元之间，若取中间值600元计算，375乘以600，我去，22万5千块。爸爸，在下定当每月按时供药，保证药效。如此甚好。天色已晚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恭送夫人。出手如此阔绰，想必应该是长安城的权贵人家。哎，等等，我好像在哪本小说里看到过，大唐有谁也得过气急来着。公子，我回来了。灵儿回来了，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？李大婶说腰疼，我就用公子教我的腰椎复位术给她按了按。您猜怎么着？按完，她当场就能直起腰来了。虾仁闻言，心中暗暗吃惊，这丫头当真是个学医的好苗子。回想起那是个风雪交加的夜晚，沈灵儿冻得嘴唇发紫，蜷缩医馆门前。若非虾仁心软收留，沈灵儿恐怕早就冻死在那个夜晚了。公子，你在想什么？没想什么，快吃饭吧。什么？你的气急又犯了？现在可还有不是？太医，快传太医！二郎，臣妾无碍，一位虾公子用奇药救了臣妾。奇药？就是此物，此物一吸便可呼吸通畅，比太医院的方子灵验多了。他可曾告诉你此药的配方？观音碧，你太容易轻信他人了。这世间哪有无缘无故的好意？明日我便亲自会这神医。虾仁治好长孙皇后后，李世民头痛发作，被长孙皇后拉着来找虾仁。嚯，高压186！您这是天天在战场砍人，还是被媳妇罚跪啊？每日2片，忌酒忌灶忌熬夜。若我偏要夜半劳神呢？那就提前订口楠木棺材。哎，记得找我徒弟买，给你打95折。公子，打扰您的雅兴了，我来给您送枕巾了。夏公子，这是昨日妹子的枕巾，白银1万两。我操！按照现在购买力，1万两白银就相当于4130万元人民币。一个吸入剂，我就挣了4000万。夏公子可是觉得这些银两不够啊？够了，够了，太够了！那就好。昨日听我家夫人说您医术了得，我今日总觉得头晕头痛，虽服了几副药，却不见好转，想请公子诊治一番。我倒是要看看这小子是不是观音碧说的那么厉害。好说，请随我进屋详诊。把袖子提上去，然后把胳膊伸过来。夏公子，这是要做什么？你不要说话，放松心情就行。本来李世民心情挺放松的，但听到虾仁的这句话，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紧张了起来，拳头也不由自主地握紧。不要握拳，自然舒展。他敢打我？这东西在挤我的胳膊。别乱动，这叫血压，测的是血脉里的劲儿。
夏公子，我这个血压可正常？高压186，低压98。老哥，你这血压可是有点儿高啊！听到这话，李世民赶忙探过头去想看看自己的血压，但上面一水的阿拉伯数字却是让他看了个寂寞。夏公子，你这东西的刻度……哦，这是我父亲当年跟天竺药商做生意时学到的异国文字，因为这种文字便于记录，所以才会用于这些仪器上。你看，你的高压是186，如果用这种数字3笔就能写完。若是用咱们大唐的字，先不说字数增加了，单缩小到这种程度，怕是看两眼就瞎了。原来如此，这外国文字竟有这般妙处。福晋，你快将这外国文字记录下来，等我们回去好好研究研究。乖乖，这弯弯曲曲的，跟蚯蚓爬似的。长孙无忌小心翼翼地临摹着血压计上的数字，但除了186这3个数字外，其他的他不认识。找他吧，这些东西我都交给他了。既如此，还望姑娘不吝赐教。贵人这边请。夏公子，你还没告诉我这血压究竟是何意思？老哥，血压呢，就是血液在脉里流动时对脉壁产生的压力，就像水渠里的水，如果水压太大，水渠的壁就容易出问题，时间长了可能会引发一些病症，像头晕、心慌、视物模糊、肢体麻木。心慌、恶心、肢体麻木，的确有这种症状，确实是神医啊。那夏公子，我这情况严重吗？比较严重，若不加控制，可能会突发心悸、胸痛，甚至心脉骤停。还有当血压骤升时，脑内细血管或破裂出血，或堵塞成栓，轻者半身麻木、口眼歪斜，重者中风瘫痪、卧床难起。那可有医治之法？有的，包有的，每日2次，每次1片。这药丸如此细小，真能治我的头痛之症？虽其形小，却能舒缓心脉，降低血压，而且见效甚快。倘若你现在吃，明日一早便能下降10几甚至20多。陛下，要不要先让太医？不必，之前观音币那药，太医院的也分析不出个结果来，而且真有没有暴露身份，他于情于理也没道理害我。我去，干嚼啊，啧，是个狼灭。可夏公子，你这药丸着实厉害，比那汤药还要苦上3分。大哥，你直接用水送下去不好吗？为什么非要嚼碎再咽下去？啊，这嚼碎了药效不是会更好吗？没那么多讲究，药效其实差不多，而且外面这层糖衣就是用来遮苦味的，您这么一嚼，那糖衣不就白做了吗？幸亏我给你的不是缓释片，不然恐怕你一会儿就得躺这儿了。这样啊，夏公子，吃了这药就没事了吗？这只是第一步，血压可不是一朝一夕能降下来的，您得把身子当成块荒地，慢慢犁，细细养。晨起喝碗芹菜粥，去肝火；午时晒1刻钟太阳，补阳气。身时得空就踮脚搓耳，每天抽空做运动，最好按照半个时辰来。对了，切记不要吃得太油腻。夏公子，这写着亥时前安寝，若是有事缠身，睡不了这么早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就等死呗，还能怎么办？别忘了提前订口楠木棺材，记得找我徒弟买，给你打95折。李世民因不遵医嘱被虾人怒对，赶忙拉出程咬金转移目光。师姐，你不是也要找楚公子看病吗？来，你坐下。这位老哥又有什么不舒服？嗨，也没别的大事儿，就是这几日得了风寒，虽然吃了些汤药，但是一直不见好。虾公子，你给我看看有没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法子？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，哪有什么立竿见影的妙方？来，把这东西放到腋下。这是何物？这叫体温计，用来测量体温的。你把它夹在腋下，过半盏茶取出来我看看。大哥，你夹反了，金属头的那边夹腋下。哎呀，你把它夹在衣服里。楚公子有这般经世之才，何不入朝为官，当个太医院首席？大哥，你开什么玩笑？还太医院首席？这是你上嘴唇碰下嘴唇就能当的吗？公子，你有所不知，我朝陛下向来有爱才之心，只要是有真才实学的人，定能受到重用。拉倒吧，且不说我这乡野郎中能不能担得起这太医院首席的名号，就说太医院里那群所谓的名医能容得下我？
公子的医术大家有目共睹，况且太医院本就是为救治天下百姓而设，若因循守旧，排斥新的医术理论，那便违背了其设立的初衷。行了，老哥，您就别为我操心了，我一个人自由自在惯了。太医院规矩那么多，我要是一不注意冲撞了李世民，我这脑袋可不够砍的。大胆，竟敢直呼当今陛下名讳，你该当何罪？我操！你激动个毛啊！看见了吧，老哥，就这我都有罪，更别说进宫了。到时候我白天入宫，晚上就得出殡。直姐，不得无礼。老哥，把体温计拿出来吧。39度2，不是，老哥你都发高烧了，还到处溜达。你作甚？男男授受不亲。我擦，这观念这么早就有了吗？高烧39度，还能一副活蹦乱跳的样子，老哥您是这个？那是，咱这身子骨当年的风寒，在战场上还能连斩18个突厥蛮子呢。哎，你干嘛去？体质再好也不能不管不顾，高烧如果长时间不退，很容易发展成心肌炎，对脑子也有不小的影响。来，趴桌上。干嘛？打针。老哥回去后要注意3点：第一，针眼处今日别沾水；第二，忌酒；第三，忌辛辣。忌酒？那我渴了怎么办？咋了？水不能喝吗？不只要喝水，还要多喝热水。那没滋没味的，喝着有什么劲？那就和他死一块去。既然来看大夫，就听我的。你们这一个两个的在这讨价还价呢，真当我这是菜市场啊？公子莫怪，我回去以后会好好监督他们的。干，大胆，竟敢轻薄于我！刚刚我就怀疑你有龙阳治好，现在看来确实如此。你离我远点儿！这好好一个俊俏后生，怎么会喜欢男人呢？本来臣妾还想给楚公子找个夫人，现在看来，你们干嘛？这打屁股针是退烧最快的方法啊！胡扯！什么针需要往屁股上打？屁股上有穴位吗？这不一样啊！针灸是扎穴位，我这是注射药物。你看这针头必须确保扎进肌肉层才行。那为啥不打胳膊？臀部肌肉更厚，吸收更好。直姐啊，朕真觉得楚大夫说的在理。你当年在战场上光膀子杀敌都不怕，现在到害气休来了，那能一样吗？我去前堂等候。好了，直姐，我在旁边看着，保证楚公子不会对你有什么过分的举动，你就安心吧。露屁股的不是你，你肯定安心啊。这老哥要是到成都，算是萝莉呢，还是御姐呢？赶紧下手行不行？你这一圈儿又一圈儿的，越擦我越害怕。赶紧来个痛！公子，有人问诊。啊，这才多早？什么人啊？如果他不着急的话，先让我吃口饭。是一个老嬷嬷带着一个容貌艳丽的女子。治病救人必须要争分夺秒，这饭不吃也罢。听我家车夫说，夏大夫的医术了得。夫人啊，毕竟我不是孟德。夫人，你有什么问题？妾身今日前来是，我与夫君成婚已有3载，却始终未能有孕，想请夏大夫帮忙瞧瞧，可是身子哪里不妥？夫人月事可还规律？近来时常推迟，且量少色暗，有时小腹还会隐隐作痛。那你的夫君今年多大？有孩子吗？50又1，夫君与大娘子育有1女，只是夫君一直想要个男孩。我去，老牛吃嫩草啊！既有孩子，那问题可能还是出现在这女子身上。夏大夫，其实还有个症状，就是平日里还有些小便刺痛。夫人，这等污秽之事怎可对外男提起？问了这半天，你到底能不能治？我擦，这老娘们儿好大的威风！不过家有仙妻，自是要好好看管。小便刺痛，无非是泌尿系统感染，或者是膀胱炎，要不就是虾仁看着女子那脂粉掩盖下的青黑眼圈，以及唇角不自然的紫淡。你这登徒子，从进门就贼眉鼠眼的打量，现在还敢盯着我家夫人脖颈瞧，
信不信老身这就叫人打断你的狗腿？你这老登逼话怎么那么多？再逼逼，信不信我给你把牙抽飞？你，好个没教养的野郎中！知道这是谁家的夫人吗？要是我家老爷知道了，你这2个眼珠子都得被抠下来。好大的口气啊！你是哪家的刁奴，竟敢在此豪言取人眼珠子？我家老爷的名号岂是你们这群平民可以打听的？哦，那我非要打听呢。我家老爷是万年县城正德昌正7品上的官绅，你们莫要放肆！万年县城，好大的官威啊！一个区7品官员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我家老爷可是朝廷命官。朝廷命官就能随便取人眼珠子？那我倒是想看看他郑德昌究竟有几只眼。等一下，老哥，这位夫人是我的病人，所以还请李老哥高抬贵手。老弟，既然你不追究，那我也不好越俎代庖。今日我暂且饶过他们。哎，我不是这意思，我是说，这位夫人您大可放过，但这老娘儿您该怎么治就怎么治。夏老弟倒是恩怨分明。好，就依你所言。夫人，您先就坐，稍等我一下。你去把那个老嬷嬷放了。放了？为什么？朕要让他回去通知那万年县城，区7品家奴尚且如此猖狂，还不知那官员平日里是何做派。若放任此等刁奴横行，朝廷威严何在？百姓又将如何看待我大唐律法？老臣明白了。夫人，在下要取一滴您的指尖血。果然。夏先生，这结果究竟是何意？李老哥，麻烦你回避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去外面等一等。麻烦老哥了。陛下，此人竟敢将您拒之门外，未免太不识礼数。朕与夏公子已不宜相交，他本就不识得朕的身份，又何谈不敬之罪？况且换作你是那姑娘，可愿让他人知晓自己染了脏病？那自是不宜。陛下，你怎知那女子得了脏病？玄灵啊，你还是年轻啊。近日可曾行访？老爷一直想要个儿子，所以这几个月一直……那你家老爷可有不适？比如夜尿增多、尿急、尿痛，或者是皮肤上有脓包？老爷前日却说小便灼痛，而且背上还生了个疖子。这就对了，你这是得了灵病，是男女相染之疾。你家老爷背生痈疽、逆痛如灼，都是此病的末期病症。想来夫人是被他所传。夏公子，难道就不会是别的缘故吗？此卡就是验证灵病之用，若显单杠则为无碍，若显双杠便是染了灵症。想必你家老爷平日里没少去烟花之地吧？差不多，每隔1天他都会去一趟。我去，老头儿这么猛吗？若是如此，夫人改天可以让你家老爷过来也做个检查。这病需夫妻同治才好，我今日先给你配药吧。夏大夫的好意，切身心领了。只是这病，想来也无大碍，不必劳烦了。家中尚有俗务，今日便先告辞了。夫人，此症虽非重症，但若拖延，恐生变数。多谢夏大夫挂怀，只是妾身自有分寸。他的神色有些不对劲啊，夏公子医术高明。莫非是这位夫人的病症有什么棘手之处？她的病症其实不难医治，只是她不愿医治。突然知道自己得了脏病，肯定是不愿相信的，8成是去找其他大夫验证去了。这李老哥看着是个人物，怎么还有偷听墙角的毛病？李老哥，你今天怎么过来了？我家的账房先生最近有些不适，所以这次过来是想请你为他诊治一番。夏神医，老朽近日总觉得头晕目眩，夜间难以安眠，还望赐教。杜如晦并没有把自己的症状全部说出来，就是想看看这夏公子是不是的确有真材实料。阁下请伸手过来，容我为您诊脉。虾人感受着杜如晦的脉搏，只感觉脉道不通，鼓动无力，这是典型的微脉之象。不过虾人又感觉杜如晦脉细如线，而且数指脉率快，这又显示出阴虚内热的征象。阁下今日是不是有多饮、多食、多尿，并且口渴异常等症状？而且最近这段时间，您应该瘦了不少吧？神乎其技，夏老弟真乃当世扁鹊，
在下这半月来确实暴瘦10余斤，虾神医连这都能从脉象看出，在下佩服。哎，过奖了，你这是得了糖尿病，也就是消渴症。哦吼，糖尿病，他尿的尿是甜的。特明，你自己尝过没有？知节，你简直胡闹！你这混世魔王说的什么混话？倒是不无可能，如果血糖超过肾糖阈时，肾脏就会将血液中的葡萄糖过滤到尿液中，使尿液中含有较多葡萄糖，从而可能使尿液带有甜味。啊，血里还有糖，怪不得我感觉血有股子甜乎乎的味道。此糖非彼糖，账房老哥，我也要取你1滴血，可以吗？特明，你也要取血？难道你也得脏病啊？你放屁！这取血验病之法，可查的病症不下100种，就像厨子尝汤，大夫验血，都是为了更好的了解症状。还好，不过20几，比我这180可是低了不少啊。李老哥，血压和血糖可不是一回事啊！正常情况下，空腹血糖不能超过7.0，餐后1个时辰血糖最高不能超过11.1。啥？意思是老杜这病很严重？先别急，一次测量可能会有误差，咱再测一次试试。好家伙，这人废了！虾公子，刚刚那个符号又是何意呀？老哥，你这血糖太高了，机器测不出来，你的血糖已经爆表了。如果不赶紧降下去，很有可能因酮正酸中毒昏迷，甚至影响生命。那可有救治之法？目前无法判断杜如会是1型糖尿病还是2型糖尿病，但是不管哪一种，肯定是要上先胰岛素的，先打10个看看。10支短效胰岛素已经兑换完毕，请宿主接收。杜老哥，褪去长袍，我要在你胳膊上打1针。大概半个时辰后就会有所改善，老哥可以先休息一下，晚些时候我再给你测量一下。那就多谢虾公子了。虾公子，这糖尿病究竟是怎么引起的？这糖尿病的成因复杂，不过若祖上有人得过此症，那么后代患病风险就高些。饮食不节、劳倦过度、情志失调也都是重要诱因。当然，基因也是很重要的一点。怎么还有鸡的事儿？跟鸡没关系，这个基因不是家禽的鸡，而是就像这玉佩天生的纹路，每个人身体里也有与生俱来的纹路，决定了容易得什么病。就像俺老程家祖传的酒量，千杯不醉。正是这个理，不过杜老哥也不必担忧，只要注意饮食，保持规律作息，再加上胰岛素的治疗，病情完全可以控制得很好，寿数也不会有多大影响。杜老哥，这个血糖仪您随身带着，每日清晨空腹测一次，2餐餐后1个时辰再测一次，最好控制在我之前所说的数值之内，这样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。正好时间到了，你试试自测一下血糖。这也没降到11.1以下，是不是剂量不够？正常，血糖除了数值不能太高外，波动幅度也不能太大。杜老哥的血糖能够降到16.9，已经是很好的改善了。太快反而对身体不好。不过只要按时打几天，血糖就能恢复正常。明白了，过犹不及。楚老弟，此物如此神奇，不知能否卖我一个？我也要。回去给俺夫人也扎几针。老爷，万年县城带着10几名捕快在门口闹事，要我们交出虾公子。真是好大的胆子！我还没找呢，他自己倒送上门来了。他奶奶的，俺去会会这群不长眼的东西。让他们进来，我倒是要看看他们到底有多无法无天。哪个是虾人？敢扣押本官家眷，打伤本官奴仆，活腻歪了。大人，就是他。在下正是虾人，不知县城大人有何指教？指教你也配？来人，把这庸医给我拿下！慢着，虾公子犯了何罪？你凭什么抓人？
放肆！本官办案，轮得到你一个贱民插嘴，再敢多嘴，连你一并。大人，此人衣着华贵，恐怕不是普通百姓，莫要鲁莽行事。闻言，郑德昌眯起三角眼，仔细打量起眼前的李世民。只见这人看似衣着朴素，但质地却是上好的蜀锦，足下靴子做工精细，显然是上等匠人所制。更别提那通身的气度，沉稳威严，绝非市井小民所能有的。你是何人？敢阻挠本官办案？我不过是个路见不平的路人罢了。倒是郑县城，你口口声声说虾公子是庸医，可有证据？他扣押本官家眷，已是重罪，还需要什么证据？你说的不对，扣押你家夫人和打伤你家下人的不是虾公子，而是我。你究竟是何人？为何要和本官作对？没什么别的意思，就是听说郑大人得了灵症，所以想一件虚实而已。胡说八道！本官清清白白，哪来这等脏病？虾公子，劳烦你给他诊治一下。不必了，隔着老远我就闻到他身上有股子腥臭味，自然是灵病无疑。你们都给本官上，把这两个诽谤朝廷命官的狂徒拿下！站住！再敢上前一步，杀无赦！好，竟敢持刀阻拦朝廷公差，你们这是要造反不成？反了！大人，您看他们的刀。郑德昌定睛一看，顿时倒吸一口凉气。这些侍卫手中的横刀刀柄上，赫然刻着只有牵牛卫才能使用的龙纹。看来还是小看老李了。老李，难不成他是李世民？应该不是，谁家好皇帝能没事儿出宫瞎溜达？估计是哪位皇亲国戚，起码也算是在大唐抱上大腿了。下官不知尊驾在此。住口！郑德昌，你可知罪？下官知罪，下官不该听信家仆谗言，误以为夏大夫是个见色起意之徒，情急之下这才逾越了规矩。好一个误信谗言！那我问你，你身上这灵症又是怎么回事？下官确实患病，但这都是府上那个贱妾传染的，下官也是受害者啊。郑大人推卸责任倒是一把好手啊！你夫人症状轻微，不过是初发而已，想来染病时间不长。但郑大人，您这一身的腥臭味已然说明染病已久，更不用说您这下面都淹了，怕是病已经入骨髓了。堂堂7品县城，竟然得此脏病！若是说出去，天下百姓怕是认为我大唐官员全是好色寡廉之徒。尊驾明鉴，我那妾是一向浪荡，与府上花将眉来眼去许久，想必下官的病症便是由此而来。哦，那你去派人寻来花将，我倒要听听他会如何说。这花将去年因偷窃府中财物，已经被下官逐出了府。这么说来，你倒也是凄惨，先是闺门不肃，后又染上脏病，甚至府中还出现了家贼，这倒霉事怎么就都让你碰到了呢？下官也不知，可能今年下官犯太岁。公子，那位夫人投河了。沈莲话音刚落，几个桃柳村的村民已经抬着湿淋淋的郑夫人闯了进来。只见郑夫人面色青紫，已然不省人事。下人赶忙让村民把郑夫人放到地上，自己则跪在一旁，双手交叠，快速而有力地按压郑夫人的胸腔。就这么来回了5、6次，郑夫人依旧没有动静。谁来接替我一下？保持这个节奏。溺水急救的黄金时间只有4到6分钟，再拖下去就真的会听法术了。别废话了，快给我1瓶肾上腺素。先停一下，继续。停下吧，已经太迟了。虽然前世在医院中他也见惯了生离死别，但此刻面对郑夫人冰冷的遗体，虾人仍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感。怎么会这样？刚刚他还好好的。一个本本分分的女子，忽然得知染上了灵症，怕是一时想不开。大人，下官的妾室现在怎么样？当真是一腔真心喂了狗，他对你如此上心，你却对他弃如敝履，肆意辱骂诬陷。大惊小怪，不过是个买来的妾室罢了。夏公子不必自责，你已竭尽全力，使他命数如此。虽说我大唐律法并未禁止官员出入风月场所，但身为朝廷命官，染上这等恶疾还祸及家眷，实在有辱官箴。来人，将郑德昌押入御史台狱，严加审讯，好好查查这些年他可曾借职务之便行贪污受贿之事。且慢，我乃大唐正7品官员，按律法
即便是御史台要拿人，也需先具状弹奏，待圣上批了副法司推勘的敕令，方可收押审讯。尊驾如今无凭无据就要拿人，莫非是置我大唐律法于不顾？没想到你倒是熟知律法。那是自然，本官熟读律令，岂容尔等肆意践踏法度？我这人就是不爱循规蹈矩，怎么办？这么着吧，你直接去御史台告我状去怎么样？直接让御史台过来拿我带走。你们这是目无王法，无法无天，简直无法无天。找个好地方把他埋了。